们南北大道怡保太平槟城的旅行终于回来了，你看还带了个柚子回来。我们节目最后来讲一讲特殊的柚子吧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要讲在旅行途中碰到过的有趣的人或者事。对，我们猜拳，黑白配，黑白配大姐，黑白配。好，是我。计时3分钟。好，那个大家看一下。我想讲的就是怡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，帮我们开了一上午车的那位印度裔的大叔，因为我们叫了一个包车，叫了个酒店包车，酒店给我们提供的包车。他呢，司机是位印度裔大叔，他留给我最深的关键词，我想说是能说会道。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体现在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他就主动的跟我们讲，哎，你看啊，这边是皇家的马场啊，明天呢是苏丹的生日，他会跟我们说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怡保啊，真的是华人很多，以前英国人管的时候，他们就过来了。然后我们生活在怡保，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吗？它是一种有毒的树，然后现在已经很少了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挺热情的。Apple tree。对，然后看到我们好像话还不是很多呢，他会跟我逗笑，他说你知道吗？他说 No talk, no Indian。然后还说日本人是叫 no work no Japanese， 然后说看着我们中国人说 no gamble no Chinese， 没有赌博。对的，然后他这话还真蛮多的，又讲了他以前老板是什么样的，他自己是很可靠的人，说老板给他房子住，给他车子开，哎，我们觉得这人还挺可靠的，然后加上有趣。最后呢，他还说，哎，你看啊，那边那个墓地小小的是马来人的，他们那个墓地多少钱？他说你们华人的最贵啊，要10千20千，就算我们印度人2000马币一把火烧掉就好。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，那说不定还可以来个buy one get one free， 还更便宜一点打包。然后他也这个时候我们都哈哈大笑，笑出了猪叫的那种哈哈哈。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刻，而且改变了我对印度裔的人的印象。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其实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他们，我觉得有一次有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挺开心的，所以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想下回去还是会找他。好，哎，我还有1分钟的时间。对啊，行，你们对我有什么提问吗？租了一个车，挺舒服的，8人坐的车，再加上这样一个司机随叫随到的服务，其实也不便宜啊。如果我们自己开车去的话，可以省下这笔钱，可以省下80%的钱，因为它的收费是250马币3小时，后面每超过1小时是60马币。对，我其实觉得，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是值的。因为第一呢，我省去了时间去找停车、找旅游点，然后这个走来走去的时间，我觉得省下来了。第二，他是随叫随到，我给他发一个 WhatsApp， 他很快问好我地点就赶过来。那对我来说呢，我们很省心，又很晒了更少的太阳。对，可以等在饭店里面，不用老爸牺牲一下，然后去车里面开。对吧？最有意思的是，哎，我虽然花了钱，但是我得到的是一段快乐的回忆，而且我第一次接触印度裔的人，这么近距离、长时间的接触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心就值这个钱。就他那个车也蛮舒服的哦，我们后排空间非常大，比我们自己的车要大得多了，比较宽敞。对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的问题是这个印度裔大叔，你是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印度人？他首先长相就是黑黑的嘛，然后他也会主动跟我说他学的语言是这个泰米尔语、马来语还有英语。他小孩把他送到了华小，然后还会说华小，他就会跟你们巴拉巴拉会讲，这是他主动告诉我的。你是怎么判断出来他不是马来人的？对，我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。因为他说他会讲泰米尔语嘛，所以肯定是。然后他又说到自己 no talk no Indian。这充分说明了你爸是我们家的交际花。你看我们俩稀里糊涂的，知识非常的渊博，也特别能够勾搭别人。这个我们俩社恐哦。来，我们两个知道你老婆是谁？好，你先来吧。OK， 好吧，那我来说的话，3分钟。你要说的是在哪？怡保吧。怡保是人还是？是一个人吧。我们在怡保很匪夷所思的，竟然选择去吃一餐日本料理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而且，午觉睡醒，大家都很饿，就随便挑了一间已经开门的。是一个什么人？你先说一下。4点半的一个日料店的服务员接待我们，我感觉他的外貌，因为他一直戴着口罩，我猜测他大概是跟我差不多年龄，40岁上下。那就跟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他就是温柔周到、体贴、星级服务，米其林级别的星级服务，是在一个家常小馆。就我们点了好几道海鲜类的这个餐点，对吧？对。那餐点上来之后，海鲜在盘的当中，旁边2个角都会有一坨
萝卜泥，还有一小点山葵酱或者是芥末酱。啊，然后这个服务员就很小心翼翼的在上菜上全的时候就问我们说，请问你们知道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吗？然后我们说是碎萝卜泥吧。然后他又小心翼翼的问我说，不知道你们吃得惯吗？你们知道它怎么吃吗？然后我们3个人都交了白卷。他原话是这么说的。哦，他你这个怎么说？我忘了，反正好像比你说的更加温柔一些。哎，对，反正我就感觉到，就是他不是想为了指出我们不懂得这个白胡萝卜泥怎么吃，而是想问我们而是想问我们需不需要这个服务。对，然后他说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会建议说把这个白萝卜泥加上一些酱油和鲜榨的柠檬汁，把它调和之后再去用来吃，或者用来蘸海鲜。所以他就说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帮你们先调一份试一试。所以他就用筷子，取了一双干净的筷子，加了这坨，然后小心翼翼的加了一点海鲜酱油，把它调匀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加柠檬汁嘛。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洗个手。然后这时候也把我震惊到，非常的那个讲卫生。对，然后他洗完手过来，然后就拿了这个1/4的新鲜柠檬，把它挤成汁，然后很仔细的筷子调了这一份给我们。然后空口吃我都觉得那个风味儿就出来了。其实我以前吃日本料理也是很多次，我真的从来不知道这个白萝卜泥是可以这样吃的，我每次都是以为它是装饰的。对，我也。继续。所以我就感觉到说，我们只是简简单单吃了一顿，价格也不是很贵的日本料理，但是相当便宜。但是我感觉这个服务员其实一直在留心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我们身边走过，然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面，他一直在默默的观察我们，就像我们享受到的泰国米其林那个服务一样。对，所以特别印象深刻。有条件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我们历史视频，有讲这个泰国米其林哈，给我们的视频引流。正好时间到，你对你妈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觉得她展现的温柔在哪儿？展现的温柔就是它不是像我们这种，在上海你的这种日料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是有一种就是带气，我是知道所有的事情有，你们这些傻子就是你会感有受到种戾气吗？对，然后那种你爱理不理啊，你们这边你们乡巴佬不懂啦，我来赐教一下，就是这种高傲的态度。他们不是的，他是很照顾你的感受。然后他对这个清洁的这个程度，这个要求，我没想到他还专门去洗个手过来。对，这个属于是比较干净的嘞。对嘞，没有什么讨论的，但我可以补充是，我觉得在这家小小的店里边，尤其是在怡保，感觉每个城市你都差不多，怡保也好啊，太平也好啊，但是呢，它的食物如果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它的服务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就深深的抓住了你，你就还特别再想回去。好，所以是细心温柔。打工人同情打工人。好，把说话棒交给您。好，您最后是压轴了。3分钟，开始。我要吐槽的是关于是说人还是事啊？我说的是事。 OK， 我和这2位不一样，我想吐槽的是在太平附近，我们度过的第一夜，我们在旁边租了一家大概有50平米左右小房子，然后我们就在晚上里面住了一夜。它有许多的槽点。首先呢，你要吐槽的你要关键词是什么？你想讲？它是比较破旧的。破旧，行。虽然它看起来装修风格比较新，但是它里面内设却比较少。一个空调可以说比我房间里的空调还要烂。它那个空调只有在客厅有一个，你能想象吗？这么硕大的一个房间，它有4个房间，就一个空调，然后吹了2个小时都没有完全制冷，其实导致我们都没有，这个冷气一晚上都还不工作。2个卧室里面是没有空调的。对，只有一个电扇，并且它那个床的材质是越睡越热，越睡越热。对，就有半夜里面我都被热醒好几次。然后导致了我非常的热，然后我也出来经常喝2口凉水降降温。然后呢，第二点就是这十里八乡，然后它这一点电都没有，旁边大概走100米可以看见一个农户，他什么都不卖，人家就是正常生活的。然后我们最后只好吃了肯德基。然后晚上肯德基吃完呢，这位小馋货，然后他就说把最后一块鸡也给留一下吧，说不定万一有有些人要吃呢。然后我问一下谁要吃啊？我跟老爸都不想吃，就是我老妈想吃。你要是通过 Grab 叫过来，那也是索性。第3个槽点就是说呢，它根本没有厕纸，就是你在厕所里面你要用那种比较相对来说粗一些的厨房纸巾，而且说没有卫生纸，对，没有加热器。老爸是我们3个中唯一洗澡的，因为那里面比较脏，而且地面上全都是小虫蚂蚁这些我倒还能接受，而且没有热水。接下来泡它好的点嘛，就是尽管你待在家里面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外面那种很美的风景，没有被大城市变成那种只有树房是刻意栽培的样子。
然后第二个优点是，它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摆了穆斯林的那个朝拜的方向是正东方，它有一个绿色的标识。你每一个房间如果要 pray 的话，这个对着那个方向来祈祷就可以。我们把一个卧室关掉了，但是把里面的床搬到客厅里面，所以厅长是睡得非常舒服，爸爸睡的空调间。好，时间到了。然后最后一个槽点，由于刚刚卡塔特我没有说完啊，就是看似比较贴心的给你准备了一盒饼干嘛，其实里面的饼干全部都潮掉了。对，这华语叫漏风。就漏风掉了，然后受潮，这些就是我全部的槽点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挺善良啊，你说了一些优点，这也使得我重新去思考，也有一些其他槽点，比方说，因为你生活在郊外，所以各种小虫啊，各种各样的小虫一层一层的会爬进来。但我呢是觉得还好，我以前挺怕这种昆虫啊动物的，但我是觉得反正它也没伤害你，也没爬到你身上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跟你一样可以接受。第二呢，就是观众朋友指出的，我现在想一想，我其实也是有担心的，就它没有围栏，所以会有安全问题。对，而且它没有门，它就是三个落地窗。对，至少有安全的担心吧，因为你不停的会看看窗外，晚上是否第一次住在荒郊野岭的，旁边的人非常少，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。对，会不会有人把我们给劫了？劫掠。不过我的感受是，第一次住这样的穆斯林的家里，也是虽然有一些文化上的不同，但我又学到新东西了，并且我跟你妈说，在这个你可能少讲一个槽点，是没有 WiFi。对。没有 WiFi， 没有 WiFi， 我蹭的是他的流量，那他手机滚烫的可以煮面了。但我觉得是可以习惯，我还在节目里说，最好有机会未来跟你妈能够住上1周2周的，就适应一下它。怎么说呢？是住惯了大城市，然后就不会再习惯农村了。对，我觉得更多是城市和农村吧，不一定是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其实第一天我们也克服了，就是你不能洗澡的话，其实你爸他是忍着这个凉，他洗了个凉水澡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最后我们在开头说的这个怡宝柚子，我先必须说，这是我一共买了4个价位，从12块的一直买到了19块，至今没吃出差别。对，我们已经吃到3个了，这是最后一个幸存的柚子，这个应该是最贵的19块的那个。对，为什么请 Wilson 来说呢？我想介绍一下，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应该也知道 ，Wilson 是一个美食制作和品鉴能力都很强的小选手了。第二，他是一个从来不爱吃柚子的人，对，但是他现在觉得好吃，请他来说。首先，它这个柚子它甜的，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柚子吧。这个柚子是我们在怡宝离开前一天，怡宝离开那一天早上吃早点前买的这个柚子，是老妈强烈急刹车，对，急刹车买，然后我在车子里面等的都饿死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柚子呢，我觉得是值得让我等到饿死的，因为它非常的好吃，它没有任何的酸味，而且它是比较清淡，而且又比较怎么说呢，细腻哦，没有果渣。它没有果汁，你可以把整个剥下来，然后你尝上一口就会发现这是 the best one you've ever had， 就是你尝过最好的一个了。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坦白，虽然这个柚子最贵的我买的是19块一个的，其实它还有更贵的31块，从20几到31块还有4种。据说怡宝就是一个产柚子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卖柚子的店主就问我说，你们要吃甜柚子还是酸柚子？因为那些越贵的柚子，31块、39块的都是酸的，不甜的，一点都不甜的。我想我们这种柚子这个入门户，我们还是选择甜的吧，所以我就买了4款店里面的甜的。就像榴莲一样，有不同的品鉴。我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纤维很薄，所以你一咬的话，汁水就都出来了，你就会感觉含水量特别高。然后跟我们在上海以前吃到过的柚子不同，是要么就很干很酸，要么就是假甜啊，并且又苦又涩。对，还有这种涩味，这个是没有一点都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种叫葡萄柚的东西？它虽然有点扯远了，但是它一开口是那种欺骗性的甜，后来就又苦又酸又涩。这3个，这个呢？这个它不是欺骗性的甜，它一开始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惊艳啊，然后后来越吃然后越上瘾。对，好了，就像咖啡里的单品咖啡，那个好像就是 Americano。所以你爸说以后可以经常疯狂一下，开车2小时去怡宝。对啊，我就可以经常去。好，那我们本期节目就由这个柚子来结束吧。好不舍得最后一个，没想到怡宝完胜2比1啊。OK，拜拜。拜。